大家好，这是徐人梦啊。仅仅过了1周的时间，又是一篇新的开发日志。没有歌很好。这次开发日志标题是中古奇观极北服饰，应该是2篇日志合二为一发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古奇观吧。合作者是屁股 P 哥，这样子文明一些啊。这位大佬的主要作品是创意工坊中的中世纪艺术这一物品。该模组添加了数十个手工制作的 3D 模型，展现在地图上。独特的特殊建筑、沉浸式的描述以及一些2D 艺术，订阅量高达 92K， 有 14K 的合集收纳了这些物品。也推荐大家订阅这一模组啊，而且本地化支持简体中文的。开始介绍之前，先着重说明2个点。第一个点，无论是买还是不买 DLC 是不会影响原作者的模组的，该用还是可以用的，作者还是会更新的。DLC 是额外内容，不是 Products 垄断模组，然后做成 DLC 骗钱。社区包的内容是有别于工坊模组新内容的，不是把某个免费模组改成了付费的 DLC。然后这个社区包 DLC 啊，基本上是不占用批社的开发时间的，是以模组作者为开发者，批社作为发行商的形式发布。第二个点，这次的2个 DLC 啊是社区包，正式的名字是内容创作者包。这一计划旨在为模组制作者提供经济支持，并且提升他们的技能，同时啊为游戏提供比模组制作者在业余时间单独制作的更高质量的作品。这些内容能够无缝的融入游戏，并且未来将会由 Products 直接维护。听起来可能有点太正式了，我来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这个计划吧，会找一些很棒的模组制作者，然后按照作者之前做的模组的类型合作出一个 DLC， 然后 DLC 售出的钱呢会分给模组制作者，用以制作更好的模组。这个中古奇观 DLC 呢包含了20个特殊建筑，这期视频就不详细的介绍建筑的由来了，之后会再出一期视频详细介绍。本期视频就过下数值吧。第一个是圣治堂，来自诺夫哥罗德，建筑加2块钱收入，危险度减20%，当地伯爵领加 10% 的税和控制增长，持有者每级前程加1点军事，每个骑士加 0.1 的前程，中规中矩，没有很强。下一个是索马普兰大学，来自孟加拉国，首先是比武大会的棋盘和朗诵的项目，费用降低 50%， 赞助书籍相关灵感的品质会更高。孩子可以送去上大学，伯爵领发展度增长加 20%， 还加 0.2 的每月发展度，持有者每级前程加1点学识，压力减少加 10%， 每月生活方式经验值加 10%， 这个强度也还可以啊，不算很强。大马士革清真寺，税收加2块钱，伯爵领税收加 20%， 发展度增长加 20%， 控制力增长加 20%， 持有者每月加 0.5 的前程，建筑建造时间加 10%。 这个建筑建造时间是持有者的效果，所以说还是有点强度的，还不错。下一个是维萨格拉德城堡，在这里举办狩猎活动的成功概率会更高，在这里驻扎的骑兵伤害加 15%， 城防等级加4级，驻军加 20%， 伯爵领减20的危险，加20的控制力增长，持有玩家每个月加 5% 的威望和宗族威望，外交生活方式经验值加 10%。 这个城堡可是在农田上的啊，是在首都，所以这个加4城防就非常棒了。之后再想王国圣战吞匈牙利的话，那么攻打首都就不太合适了，4级城防还是不容小觑的。下一个是佛罗伦萨大教堂，这个特殊建筑啊非常的特殊因为有4个形态可以升级。第1级的话只有1块钱的收入，伯爵领加 5% 的发展度增长，还有 0.05 的每月发展度，持有者加每个月 5% 的前程，非常普通的效果啊，可以说是很烂了。接下来再看一看完全形态的4级，该建筑提供4块钱收入，建筑建造时间减 30%， 伯爵领加 30% 的发展度增长，还有 0.3 的每月发展度，持有者外交管理学识各加1点，每月增长 20% 的前程和威望，共和制纷争税收加 10%。 这个4级的增益啊就非常恐怖了，但是想要建设到4级啊，要花的资源估计也挺恐怖的。克吕尼修道院解锁效果和大学一样，毕竟修道院啊也是有这个功能的，赞助书籍相关灵感品质更高，孩子可以送上大学。建筑收入 1.5， 伯爵领发展度加 15%， 控制力增长加 10%， 持有者学识加1点，每月前程加 10%。 最后一条比较特殊啊，信仰改革和创建花费减 15%， 这个很好啊，毕竟这个修道院是克吕尼改革运动的摇篮，所以有这么一条很合理。之后可以再升1级，修建大教堂，建筑收入翻1倍，每月3块钱，伯爵领发展度加 25%， 控制力增长加 20%， 这2条也涨了很多。信仰改革与创建花费加 25%， 另外多了2条新的增益，每级前程加1学识，每个月前程加 20%。升级之前就很不错，升级之后更是强大不少。海赌万蓄水池，没错，就是一个水池。敌方劫掠速度加 50%， 防御优势加4，
伯爵领发展度增长加 30%， 每个月增长加 0.3%， 民众好感加20%，持有者每个月加 5% 的动作威望，疾病抵抗力小幅度提升，主要是发展度增长比较高，其他的一般。倒数第二个是德拉萨内斯船屋，伯爵领发展度增长加 15%， 每个月加 0.15 的发展度增长，持有者的部队登海花费加 25%， 海军速度加 25%， 最后一个好像是征召兵集结速度加 10%， 这个我不太确定啊。最后一个是大克斯卡拉，在这里举行宴会，花费降低 50%， 城防等级加4，防御优势加6，当地伯爵领敌方掠夺速度加 50%， 危险减20%，持有者加 5% 的每月威望和宗族威望。这就是开发日志展出的9个特殊建筑了，还有11个没有提出，估计得等发售之后才能看到了。接下来是后半部分，汉特人和萨米人的分配扩展。先介绍一下原作者AJ， 他来自大名鼎鼎的日本幕府模组团队。他说过去几个月一直和幕府的开发团队说自己很忙没有办法做兼容补丁什么的，现在终于可以透露自己到底在忙什么了。这种级别的合作一般都是签了 NDA 的，除了 NDA 提到内容之外NDA 本身存在也不能提，所以确实是得三缄其口什么都不能说，说了就有可能被起诉，赔偿高额罚金不过一般是闹不到这么大的。接下来看一下极北服饰内容吧。这个包不只是添加一种美学风格，而是添加了2种范围稍小的美学风格，分别是汉特人和萨米人。这个之后说不定也会出个视频说一说，这期视频就不细说了，看看日志吧。首先是汉特人复原程度非常高，也非常惊奇。他们是西伯利亚西部的原住民，主要生活在汉特曼西自治区。DLC 中汉特人的服装灵感来自于西伯利亚的乌葛罗比尔姆传统服饰。这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点，世界上最古老的鳞甲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它是由骨头制成的。这里可以看到有2种样式一种是金属甲片，一种是骨头甲片。更有趣的点是这3片围绕着上身的装甲，非常有趣的设计。一块装甲板绑在背后，另外2块绑在胳膊肩膀的位置，我猜测应该是用来御寒挡风的，其次才是防御的功能。女性服装这几身也非常漂亮精细，可以见得作者确实有下功夫，仔细研究过。接着是萨米人，这个就熟悉一些了，毕竟游戏里就有。萨米这个明显是比汉特人的服装轻便多了，应该是地理位置上这个萨米所在地相对来说比较温暖。上层贵族服装用了亮面的驼鹿皮，皮革质感很漂亮。不幸的是，作者没有时间制作定制的鱼皮图案，所以下层人群穿的鱼皮服装用了灰色的皮革图案来代替。一对比下来这个萨米人穿的真漂亮多了，而汉特人就更加注重实用性一些。这个 DLC 一共包含了8款服装风格、2款腿部模型、3种斗篷、8款头饰、1套护甲含头饰和盔甲。开发日志中包含的也只是部分，没有完全摆出来。另外这个 DLC 是包含了一首独特的音乐的，这个得等发售之后才听到了。上次新闻说这首音乐是萨米传统的吟唱形式，叫做大地吟回我非常期待。好了，这就是这期开发日志解读了。2款 DLC 会在大概1周之后，也就是25号发售，届时我会带来更加细致的 DLC 解析，大家可以届时看过视频之后再思考要不要买。定价应该是非常便宜10几块钱、20几块钱，主要是支持一下模组创作者嘛。这期日志看下来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是推荐购入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务必3连关注这里是徐日梦，我们下期见。